对我来说，变装皇后是一个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。这个时候要哭一下阿妹。6月份是全球的同志骄傲月，我是爱尔兰台湾协会的副会长 Oliver。今年2021年，爱尔兰台湾协会以用变装活出自我为主题，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，能改变大家对于变装皇后的刻板印象，以及对多元文化及性别有更多的了解。在这次的活动，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拽鸡宝贝担任我们这一次的受访嘉宾，还请拽鸡宝贝向观众们做自我介绍。在镜头前面的朋友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y 波波拽鸡宝贝，很拽的拽，蛇姬的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有大蟒蛇的女生。哈哈哈哈。RuPaul Drag Race 卢保罗变装皇后实境秀，然后一看了之后就发现，哇，这是一个新的世界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变装皇后一直以来它都是一种表演的方式。我从大学开始就是在学习表演艺术，然后我不断的在寻找我该怎么样做我喜欢的创作，我喜欢的表演。那么在那个时候看到了变装皇后这样子的身份，这样子的表现自我的方式，对我来说就是打开了我一直很想要找到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是我如何把我的内在跟我的外在结合在一起。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认同，我无法很大声的说出来，我就是同志。在穿着打扮上会表现的跟一般的男性不太一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有很多，不管是世人的眼光，还是家人的讨论也好，对我来说，我希望找到一个平衡，是我能够忠于自己的样子，然后这个样子呢，我能够把它作为一种表演，然后呈现给大家看。所以那时候发现到变装皇后这样子的身份，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之后，完完全全让我认识到了新的自己，也让我开始真正的想要透过变装来做一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从那个时候慢慢的走到了现在，差不多5年的时间了。换上衣服之后，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个性。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变装是一种把自己能够盖起来，他们觉得在变装之后，他们可以感觉到更安全。那么对我而言呢，我一直都觉得变装皇后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它是一种表演方式。那我想要透过这样子的表演方式做什么？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想要说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是关于我，它是关于这个社会，它是关于所有人的故事。所以我在做变装的时候，不管是我的妆容也好，我的造型也好，我选择表演的曲目也好，对我来说，它都有着来自我内心深刻想要说的话。那这个说的话，它不是我在素颜的时候能够说出来的，我在素颜的时候能够被听见的，而是在我成为拽鸡宝贝的时候，它能够被大家听见，被大家接受，被大家喜欢。我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幸运。我觉得在台湾，因为同志婚姻通过了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性别多元的族群的包容其实越来越多。那么他们对于变装皇后的想法及看见，已经不会像早期一样会引来很多异样的眼光等等之类的。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一种包容、友善，支持你所做的每件事情。然后，当他们看到皇后的现身、皇后的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会感觉到兴奋，感觉到开心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讲，
我们可以是一个代表他们表达出他们内心渴望的一个存在。然后我觉得在未来的方向，我觉得变装皇后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在台湾的主流媒体上，例如说蔷薇，她前阵子就是有受到 Vogue 的邀约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皇后姐妹叫女王，她也拍摄了 Vogue 的杂志。我的好姐妹菲律宾，她也曾经接受过美丽佳人的访问。我觉得这些种种的皇后不断出现在杂志媒体上以后，我自己前阵子也有出现在报道者的文章，台湾的一个独立媒体，然后我觉得这些所有事情加起来，都会让我觉得，台湾是一个很友善的社会，很包容的社会，每个人都在支持着彼此，成为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，所以我希望皇后呢能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出现，每个人的样子越来越不一样，这样能够带给大家的美也是越来越多元的。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疫情如果能够慢慢的你知道解封啊，疫情能够慢慢的和缓，我相信接下来会是皇后的一片天。这个时候很适合假哭一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很幸运。挫折有啦，挫折有，挫折很大一部分挫折是来自于我自己。我出道了5年的时间，前3年基本上我的表演的次数不到10次。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长久以来都待在台湾的南部，台湾的南部相对于北部来讲，机会比较少。其实我一直没什么曝光的机会，只能就是自己化妆，然后有人家的介绍，我才能够去表演。所以在前段时间来讲，我其实虽然出道的比较早，但是我被人家认识的机会比较晚。就我让人家认识的时候，台湾的皇后已经慢慢的开始成熟了，就会变得说，在我的造型上、我的妆容上，其实有很多太足够的地方。那这些不太足够的地方，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皇后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有很多的自我否定跟怀疑，我究竟要不要继续做变装皇后？尤其我是一个全职的表演者，除了在做剧场工作之外，我剩下的就是变装皇后。但是当我这个皇后的身份无法支持我付我的账单、付我的房租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声音问自己说：我到底够不够格？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我想要的样子？不过我觉得很幸运的是，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，尤其是我的妈妈。前阵子在去年的5月17号国际不再恐同日那天，我妈妈第一次对我说出，她对于我感到骄傲，不只是我作为我的存在，而是对于我有同志的身份，我作为一名变装皇后，让她觉得很骄傲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慢慢的比较接受自己，能够认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。然后也从去年开始参加了，前年的年底参加了台湾一个频道叫 FJ234，他们办了一个叫做 Make a Diva 的变装皇后选秀节目。在参加了那个节目之后，开始有许许多多人他们认识到我，然后他们愿意喜欢我讲话的方式，喜欢我表演的选择。所以在接受那么多的支持及鼓励之后，我觉得我只是差那么一点点运气而已。所以我相信时候到了，自然我会成为我理想中的样子。然后
这些都只是过程。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继续做这件事情下去。如果你正在感觉到脆弱，如果你正在感觉到悲伤，如果你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你觉得你很害怕被人家否定，不被认同，你的存在似乎是有跟没有一样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，你们是很重要的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认识到了自己这份的脆弱的话，恭喜你们，因为你们很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但相信我，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之后，所有的事情自然会有出路。因为你开始认识自己了，相信自己了，你可以的。希望你们都能够非常勇敢的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继续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努力。总有一天，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，人们不再关在家里的时候，有那么一刻，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对你伸出一双非常重要的手。永远相信自己。好，谢谢你。那谢谢你这一次担任我们就是访谈的嘉宾，然后很荣幸就是由你担任我们其中的一位受访者。我希望就是你知道能够跨足演歌艺3期的一个变装皇后。毕竟你知道学表演出身的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小梦想，就是要成为一个明星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演电影啊，然后当歌手啊，好好的做个主持人啊，然后就是在这各方面都能够拿一座金马、金钟跟金曲。你知道，既然要做梦，就把梦做大，这是我自己的理想啊。然后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是，希望能力能够好到，能够支持我身边所有的皇后姐妹们，让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表演，能够表现自己，让台湾这个皇后的产业能够一直不断持续下去。很期待能够去爱尔兰玩，耶、yeah!